兒子孫子搶班奪權，84歲青島鞋王自保家醜，孫子囚禁董事長爺爺，兒子帶人突襲公司總部搶奪公章。前不久，這一出父子組隊雙打爺爺的魔幻劇情，真的在我國著名企業青島雙星上演了。事情的起因是前2天，雙星的創始人汪海發布的一封公開信，在信中，這位84歲的老人不顧家醜外揚的風險，曝光了其子、其孫及兒媳一家3口企圖搶奪公章、篡奪公司控制權的行為，而且3人配合之緊密，分工之明確，行動之迅速，很難不讓人懷疑這是一出蓄謀已久的逼宮大戲。要搞清楚其中的恩怨糾葛，我們還要從雙星的一次股權出讓聊起。青島雙星原是一家國企，汪海自20世紀70年代從部隊轉業後，便一直在裡面工作，主要負責鞋類的生產，帶領團隊取得過連續15年霸榜國內同類銷售第1名的成績，被譽為青島鞋王。2008年，青島双星改制，正式分为双星集团和双星名人2家公司。汪海用管理层收购的方式，成为双星名人的实際控制人，延續至今。2022年，80歲的汪海覺得自己老了，要考慮接班人的問題了，便把雙星名人大股東讓給了兒子一家，佔據56%的股份，並且安排兒子擔任沒有什麼實權的公司董事，孫子擔任總經理，掌管日常經營，兒媳則是掌管財務，是3個人中最有實權的，頗有點《紅樓夢》中王熙鳳的風采。汪海自己雖只保留了21%的股份，但是仍然擔任公司董事長，保有實權。照理說，汪海都把大部分的股份讓給兒孫了，只要肯等，公司遲早是他們的。可不知道為什麼，在接下來的幾年中，祖孫間的衝突不斷。第一是孫子汪子棟頻頻代表公司對外高調亮相，在廠慶、品牌合作等重要場合發表講話、接受採訪，似乎有意給人營造一種他才是雙星實控人的印象。第二是兒子兒媳掌權後，屢次與汪海產生分歧，引發汪海嚴重不滿，指責他們只管撈錢撈好處，然後把責任全甩給他。於是上個月，汪海決定召開董事會議，協商組織架構問題，徹底引爆了雙方的矛盾。會議召開當天上午，汪海正在家鍛鍊身體時，孫子汪子棟突然找上門來逼宮爺爺，甚至乾脆堵在家門口不讓爺爺出門，雙方僵持了2個多小時。另一邊的兒子兒媳立刻帶人兵分2路，直撲公司總部，封鎖會議室大門，不讓董事進門開會，並四處翻箱倒櫃尋找公章。他們想通過這種舉措阻止罷免案的生效。嚴處在總部的員工守不住最後一道防線，公章即將被搶走時，汪海突然帶着警察及時趕到，阻止了兒子一家的行為。原來汪海在家報了警，讓警察帶走了孫子，然後緊急趕往雙星總部救場。更精彩的是，逼宮失敗後，當天晚上，兒子一家主動打電話給爺爺求和，希望他看在大家是一家人的份上，別讓警察介入此事。但是汪海沒有鬆口，堅持讓他們做完口供才走。第3天，兒子一家再次突襲總部，搶走了4大箱資料，後被警方取回。事情發展到這一步，雙方算是徹底撕破臉了。兒子一家決定另立門戶，在雙星新裝修的一棟大樓裡辦公，並且任命了新高管，調整集團管理機構。汪海說，這棟大樓是去年兒子背着他裝修的，也就是說，從那時候開始，兒子一家可能就已經做好了奪權的打算。真是步步為營，軟的不行就來硬的，硬的不行咱們就分家過。雖然汪海在表面上還是雙星的董事長，但是實際權力已經被兒子一家奪走了大半，所以只能通過寫公開信的方式尋求社會的關注，借此解決這場家庭紛爭。說實話，走到這一步，已經對雙星品牌造成了實質性的傷害，對於雙方來說都不是好事。無論誰最終獲勝，都將為這次衝突造成的商業損失買單。還有，我們想問的是，為什麼我們的企業總是會發生這種搶公章的鬧劇？我想最大的原因還是很多公司管理結構不夠現代化，殘留着家族企業的思想，整天擔心外人染指企業，所以不肯進行5分制改革。結果外人是防住了，但是最大的威脅反而成了自己最親的人，鬧得人仰馬翻，家醜外揚，豈不是一種更大的諷刺？